美国想在台海达到怎样的战略目的呢？在我看来，美国自己也没有想好，不吸取历史教训，一错再错，美国在台海终究会重蹈覆辙。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严树军，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美国一错再错，中国用行动证明一个事实，在台海美军只会重蹈覆辙。在我看来呀，如果美国执意要挑起台海冲突，最终的下场也只会是重蹈覆辙。因为归根到底，美国在战略一直有一个很致命的错误。的确，过去20多年，美国一手制造了很多战争，眼下的俄乌冲突就是最好的例子。可是，美国从来没有从任何一场战争中吸取到任何教训，只是在一错再错。而这次环岛演习，中国展现的实战化能力更加佐证了美国正一意孤行地走向一条死胡同。过去一段时间呢，美国上上下下，从拜登政府到五角大楼，甚至是美国军方，都不止一次释放过冲突信号。但让人感到疑惑的是，除了喊口号以外，美国从未表示过要以什么形式、什么程度来介入台海，更从未明确说明要达到怎样的战略目的。是美国故意不说，还是美国自己也没想好？如果是后者，那就是美国的老毛病了。不可否认，美国的军事实力世界第一，但细数过去20年发动的战争，其实美国没打过什么漂亮的仗，甚至说是充满了失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美国失败的很明显；而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似乎也是虎头蛇尾。其中原因很多，最根本的还是美国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目的。就拿今天的俄乌冲突来说，美国到底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呢？是要打退俄罗斯、保卫基辅，还是说要极大程度地削弱俄罗斯，甚至让俄罗斯解体？如果是前者，美国应该在冲突1个月后就赞成谈判，然后停火止战，在及时止损的同时让利益最大化。但如果是后者，美国想让一个世界第2的核大国解体，根本不现实。这就导致了美国的投入越来越多，但俄乌冲突打到今天仍然看不到结尾，甚至美国还因此帮了中国一把，让中国有了一个提高国际影响力、大展拳脚的机会。美国在战术上算是成功的，但战略上却是实打实的失败。如果美国一直没有一个准确、合适又可实现的战略目标，俄乌冲突恐怕也将像阿富汗战争一样，落个草草收场、狼狈撤退的下场。现在我们再回看台海问题，美国有一个清楚的战略目的吗？显然是没有的。美国是想帮助台岛实现独立，还是想以台湾为支点反攻大陆，又或者只是单纯想用武力维持台海现状呢？无论哪一点都不可能。美国心里也清楚，那美国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战略目的呢？这么一连串的问号，美国自己能回答得上来吗？我持怀疑态度。而且台海问题还有一个特殊点，是美国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的。过去哪怕战略目的不清晰，美国也能凭借强大的军事优势来争取一个体面，来维持一个表面的胜利。但面对中国呢，美国早已失去了从实力地位出发跟中国打交道的资格。曾经的美国信心满满，认为2个航母战斗群就能在台海挫败中国，但那是20多年的事情了。事实上，从2015年开始，中美之间的军事差距就在不断缩小。到了今天，美国军方权威智库兰德智库已经不认为美国在台海还存在着优势。而前段时间在网上流传广泛的台海兵棋推演，美军大败解放军，更显示了美国的无知。美国还在用老旧的战略思维来揣测中国的战略政策。这次解放军环岛演习就是对美国无知最好的回应。大陆、海、陆、空火箭军全军出击，空击、海击、岸击的远程火力，率先对台岛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精确打击，与美军智库的推演大不相同。
而且尽管只是演习，但我相信全世界应该没有人怀疑中国中远程导弹的能力，以及中国导弹海量生产和部署的能力。这次环岛演习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都很高。因此，一方面，美国从未吸取教训，一错再错，在台海问题上仍旧找不到一个具体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美国耀武扬威了数十年的军事实力，在台海局势上面对中国时，已不足以像以往一样形成碾压，甚至毫不夸张地说，在台海或南海的冲突，纵使美军纸面战斗力再强，实际冲突时，对上解放军必然会落入下风。所以就如我开头下的结论一样，美国正在一意孤行地走向一个死胡同。在台海问题上，如果美国想要挑起冲突，注定会重蹈覆辙。好，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我们下期见。